铁砂掌劲走阳刚，属于硬气功范畴。作为中国古老武学，源远流长，修炼者需以铁砂磨练手掌，直至手掌坚如磐石，一掌打出可穿石断木，其威凶猛霸道，令人惊叹。青年顾汝章年少得志，习得家传绝学铁砂掌，在当地小有名气。只是他难以控制铁砂掌的威力。某日，督军之子马少爷在野外向他约战。顾汝章习武多年，武艺高强，轻松击败马少爷。马少爷只是仆从，上前围攻，也被他数拳击倒在地。顾汝章不屑一笑，并未为难他。未料对方竟是不讲武德，背后偷袭，遂一怒之下使出铁砂掌，失手将马少爷打杀。发生此事，顾父极为恼怒，不仅请出家法惩戒他一番，还当场与他断绝父子关系。无奈顾汝章只能黯然离去，却不知背后的父亲早已泪流满面。顾汝章是远近闻名的孝子，儿子被杀，督军必然不会善罢甘休。顾父只有用这种方式逼他离开，才能保全他的性命。顾汝章漫无目的地走在野外，意外撞见想要劫财的沈老黑。顾汝章并未在意，反手一掌将其拍倒在地，不料对方却因身患重疾昏厥过去。顾汝章心地善良，以德报怨。沈老黑坦言，自己离乡闯荡10数年，却毫无建树，反而因此冷落了妻女，迫不得已出此下策。心知自己命不久矣，请求顾汝章帮自己捎个口信。说完便已撒手归西。顾汝章依言前往，见到了沈老黑的女儿佩珍。他将沈老黑的死讯告知，得知父亲已死，佩珍伤心不已。顾汝章于心不忍，说起来沈老黑的死也与他有些关系，于是便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，声称自己欠了沈老黑300块大洋，打算留在此地做工还债。邻居阿花是个热心肠，通过他的父亲三叔介绍，顾汝章在此找到一份工作，安顿下来。每日阿花都会代为来给他送饭，日子倒也安宁祥和。然而此地有一方恶霸，名为钱世仁，为人阴险狡诈，打算举办一场7省拳王竞技赛，借此在各地开设武馆敛财。他本身学艺不精，为了能够夺得大赛冠军，暗中请来日本浪人桥本与其师弟，只要等桥本击败所有人后，再从决赛中故意输给自己，如此大计便可成功。为此，他还特意吩咐桥本，凡是前来参赛者都要在其必经之路上围堵追截，暴打一番作为下马威。武功稍强的也会群起而上，取其性命。而另一边，顾汝章卖力做工，旁人只能扛1根的木头，他能扛3根。武学高手为妻刚好路过，看出他身上有武学功底，一时兴起上前攀谈。顾汝章却言称自己并不会武功，他现在只是一个打工的普通人，想要尽快完成自己的诺言而已。入夜，顾汝章走在街上，无意间撞见几个酒鬼，故意生事向他动手。经历上次之事，他不愿轻易与人动手，只是一味的闪躲退让。恰巧为妻途经此处，路见不平，出手替他解围。方才的事儿，为妻全都看在眼中，认定他必然有着不俗的武功，为什么不去参加比赛呢？顾汝章依旧不愿承认，随口应付2句，当即离去。事后，为妻请顾汝章饮酒畅谈，他得到消息，此次比赛关系重大，背后藏有势力，想要阴谋夺取拳王称号。是以他再次劝说顾汝章参加比赛。可自从打死督军儿子，闯下大祸，一念之差让顾汝章沦为逃犯，且他答应父亲不再轻易动武，他实在不想再与人争斗。哪知此时钱家又盯上了为妻，桥本的师弟自信能一人拿下他，却不料为妻自身武艺不凡，没讨到便宜不说，反而被他一击重创大腿。发生此事，钱世仁将为妻视为眼中钉，与桥本商议如何在大赛上除掉他。恰好三叔路过，在门外听到，未免走漏消息，钱世仁的小妹直接出手将其灭口。父亲一夜未归，阿花心中焦急万分。对于顾汝章的劝告，他并未放在心上，独自来到钱家打听父亲下落，却刚好撞见了桥本。桥本对阿花的美色垂涎已久，一番哄骗下，强行将她玷污。得知阿花许久未归，顾汝章不放心，来到钱家询问。门口的守卫向来嚣张跋扈，顾汝章有心反击，可曾经的阴影还是令他松开了拳头。事后，阿花不甘受辱，自尽而亡。三叔的死讯一并传回，顾汝章颇为懊恼，却依旧不敢面对心中的阴影。
见他如此，佩珍极度失望，将他赚来给自己的钱全部丢回，大声怒斥让他离开。顾汝章无言以对，转身离去。正碰见前来找他的为妻，为妻已经得知钱家的罪行，义愤填膺，准备前去为死者讨回公道。此去前路生死难料，他声称钱家为操纵比赛，找来日本浪人同流合污，若此行他不幸身亡，就请顾汝章代替他参赛，捍卫中华武术的威严。之后，为妻径直闯入钱家，钱世仁亲自出手想要立威，只是他空有花拳绣腿，哪里会是为妻对手？但反派向来不会讲武德，随着桥本加入争斗，为妻顿时陷入对方围攻，身处下风，外围更有小妹不时射来飞刀偷袭。为妻分身乏术，终究还是被刺中后背，惨死于对方的暗器之下。数日后，7省拳王比赛如期召开，台下众多参赛者大多已被钱世仁收买，剩下武功弱的也不是钱家对手。桥本伪装成中国人参赛，凭借强劲实力一路过关斩将。待轮到他与钱世仁的决赛时，桥本按照计划假装不敌，招架数个回合后便被打落台下。而另一边，路上行徒的顾汝章内心煎熬，回忆起身边朋友的惨死，他终究是下定了决心，若是不去惩奸除恶，这一身武艺学来何用？转身回头，急速赶去。就在钱世仁即将夺冠时，顾汝章终于及时赶到参赛。按照规定，需要先击败作为亚军的桥本，两人一触即分，意在试探。接着便是你来我往，拳脚相击。顾汝章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凭借硬实力很快占据上风。桥本狗急跳墙，抄起旗枪刺来，也被他凶猛一脚踢出内伤，反手使出修炼多年的铁砂掌，接连2掌了结桥本性命。一旁观战的钱世仁见他实力强横，自知不敌，悄然离去。自此，顾汝章一战成名，夺得了7省拳王的称号。听闻他振作起来，夺得冠军，佩珍欣喜赶往比赛现场，却只见到了顾汝章留下的书信，打算将冠军的奖金留给他作为补偿。他是逃犯，为免给身旁之人带来灾祸，注定只能颠沛流离。只是他放下了这里的一切，有人却不想放过他。野心落空，钱世仁兄妹执意要杀他泄愤，可他们以为能够围杀顾汝章，却忘了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顾汝章招式凶猛，不再留手，霸道的掌力直接将小妹打杀。剩下的钱世仁还想负隅顽抗，也被他一路追击，逃脱不得。顾汝章一套连环踢将其牢牢压制，再接一记铁砂掌拍在对方面门。这个作恶多端的恶霸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。